啊，对孩子好没错儿，干嘛说人家惯孩子呀？还因为这个不过日子了呢？他就是什么事儿都是太宠着孩子了嘛，孩子每次要求什么他都满足。哦，好爹啊，俩闺女对吧？对啊，特喜欢吧？疼老大还是疼老二啊？两个都疼。两个都疼啊，所以就在这个问题上起冲突了。我相信，如果仅仅是宠溺孩子，还不至于到说要离婚，日子不过了。究竟是因为什么呀？本来我们在老家日子过得挺好的嘛，为了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，然后我们就从老家搬进了县城。自从进了县城以后，他就变了嘛，就是整天出去喝酒，然后跟朋友在外面应酬，家里什么事儿他都不管。哦，家里的事儿我怎么没管了？你吃的喝的哪个不是我去挣的？那你家里有事儿你也得管呐，你也不能整天的在外面喝酒啊。那我出去喝酒怎么了？我出去喝酒，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？为了你和孩子吗？孩子小的时候，我没有时间出去买衣服，我让你去给我买衣服，你从你给我买那东西根本就不实用，然后买什么长裙子、高跟鞋，你说孩子小，我在家带孩子，我怎么穿啊？哦，那我觉得挺好啊，大街上很多女人都在穿这种鞋。那我和别人能一样吗？那你说我们家孩子小，人别的女人也许是孩子大了，或者是没有孩子，我根本跟别人比不了。我在家带孩子，他给我买那个高跟鞋，然后比那个小手指还细，你说非得出门让我穿，你说我抱着孩子我怎么穿呢？哦，那现在咱们在城里住，也不是在屯子那前儿，也不用干农活，那你说穿的时尚点不好吗？啊，有一次我们出去玩，然后他非得逼着我让我穿他给我买那高跟鞋嘛，然后我抱着孩子，你说我下楼梯脚一滑踩秃噜了，我为着护着孩子，我只能手里紧紧抱着孩子，然后我还没有手去扶那个楼梯，我就直接出溜下去了。那当时我不也去扶你去了吗？那不没扶住吗？你是扶我了，但是你把孩子接过去啊，你给我扶起来还让我走，我都摔成那样，我怎么走啊？那外边不朋友等着吗？你说着急等着，你要在那边等着挺着急的。摔坏了，肯定是摔坏了，然后直接给我送去医院了。一排片我的小腿都已经摔裂了。我在家足足养了2个多月，腿都打石膏，都动不了了。这个期间他还出去喝酒，孩子也不管，哪有这样的？我出去不就偶尔出去那么1、2次吗？也没总出去啊。那你说我腿都摔坏了，在家养伤，我都没法给孩子做饭，他也不管，我只能一瘸一拐的去给孩子做饭。你说有这样当父亲的吗？有这样做丈夫的吗？那你说你在床上一躺就2个多月，我能成天在家陪你吗？我不得出去挣钱吗？我不挣钱，家里生活开销谁来管呢？你说原本我们在老家日子过得挺好的，每次他挣回钱都交给我，但是现在呢，最近这1年来的，他哪交给我多少钱呢？我就问他，我说你钱都哪去了？然后他就说啊，我都请朋友吃饭了。我一听就来气了，我把他兜里的所有的钱和卡我都给他没收了。我不就为了不让他出去喝酒吗？他就每个月就给我200块钱啊！你说200块钱够干啥的？我还不够我跟朋友出去洗个澡、吃个饭的呢啊！那我为啥给你200块钱？我不就是不想让你出去吗？跟他们成天在一起吗？那现在怎么跟朋友吃饭呀？后期我办了个透支卡。也有招。你说哪有他这样似的，还办透支卡？然后天天出去吃饭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天天出去吃饭都是谁请客呀？啊，都是朋友请我。你说我就纳了闷了，哪有那么多的好朋友成天请你吃饭呢？然后就有一次他晚上回来了，然后洗澡嘛，我就在他兜里翻了2张透支卡，我一看就来气了，我把钱给你管过来，我就是不想让你出去跟他们吃饭，然后你还背着我办了2张透支卡。我办2张透支卡，那不也是没办法，不你逼出来的吗？你把我兜里的钱，把我那个银行卡都拿走了，那我出去应酬，我拿搁什么买单呢？我这不没办法，我才办了2张透支卡。这个你们说的透支卡是不是就信用卡呀？对呀，就是信用卡嘛。每个月大概用多少啊？几千块钱吧。你说哪有他这样事？对呀，这样都管不住他，背着我，然后在外面办也得跟朋友在一起喝，喝到3更半夜才回家。有一次喝的都不行了，他朋友给他送到医院去了。你说哪有这样的呀？送到医院，然后给我打电话，我去了，然后我还是担心，还着急。你说我还是生气。然后到了医院，大夫一说，现在都已经喝成脂肪肝、酒精肝，然后胆囊炎，现在都是喝酒，因为喝酒喝的嘛。哦，那么爱喝酒啊？但是通过上次大夫跟我说完之后，我也不喝了。哦，现在不喝了，也就喝点啤酒，白酒不喝了。哦，啤酒不是酒哈。一次喝多少啊？啤酒5、6瓶。
还说不喝呢。在医院刚出院那天，因为我接孩子嘛，然后我没去接他，我说你在那儿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办个出院你就回家吧。你说我接完孩子回来，我在家做好饭等他，左等也不回来，右等也不回来。然后后来我给他打个电话才知道，又跟我朋友出去喝酒，哪有这样的吗？那不我哥们儿去医院接我出院吗？你接我出院的话，你说我能不陪他们出去去吃点饭吗？吃完饭我们就去洗个澡，回去的时候也不晚，也就是11点多钟完事儿了。回到家了，他不给我开门啊，我在外边敲了半天，他都不给我开，害得我出去上旅店住了一宿。哦，那我为啥不给你开门呢？在医院出院直接家都不回，然后直接就跟朋友喝到3更半夜才回来。你说我能不生气？我能给他开门吗？就是因为喝酒住的院，所以出院的时候要喝酒庆祝一下。不是，不是庆祝，喝了多少那天？那天我就喝了大概也就是2瓶啤酒吧，啊，没喝多少，因为刚出院嘛，哥们儿也不让喝。哎，你在住院之前喝酒喝多少啊？那个时候白酒能喝1顿1斤左右吧。哦，要这么对比，看来是减量了啊。那减量了不行啊，跟朋友成天在外面喝到3更半夜才回来，然后喝上酒就跟人家吹，就说那个他生意怎么好啊，哪个朋友有事跟我吱声怎么地。哦，然后那个有一次他朋友就是着急用钱嘛，就跟他说的那个有没有钱呢？家里有没有钱借给我点。然后他在外面也没跟我商量，直接把朋友就给我带到家里，让我给他拿钱，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。那你给了吗？那你说他都既然把朋友领到家去了，你说我也不能不给他面子，好大个男人，我只能给他拿呀，但是我也不乐意呀。你说我们做的只是小本生意，然后我攒点钱也不容易，这个钱我攒着还是给孩子上学用的。哦，然后我没办法。那次不人家那个哥们儿着急用2万块钱吗？你说人吱声了，我能不给人拿吗？那我跟你吱声，我要跟你吱声的话，你能借吗？以你的性格，你不会借他的。人家不是借了吗？但是他没办法，我直接把人带家去了吗？他不借也得借啊。那你不跟我打声招呼，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，你直接领回家，你就给我面子了吗？那我要给你面子，我还能有面子吗？就是这样式的，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，直接自己就去办。那个孩子上学的学费没耽误吧？没耽误上学。耽误了，已经耽误了。孩子上学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拿钱了嘛，完我说你让那个打个借条，他都没给让打。哥们儿不错，怎么打借条？我能好意思让人给打个借条吗？钱还了吗？还了吗？现在还没还呢。哥们儿不错，怎么不还钱呢？这年都过了。借的时候说的好听，然后到现在还没还。孩子考学的时候，我说你去把这个钱要回来吧，本来家里就没有多少积蓄，然后他也不去给我要啊。你说有他这样做父亲，一点责任心都没有。当时他让我要的时候，我确实没好意思去，因为我哥们儿挺好的。你说因为2万块钱，我怎么去冲他要？但是我也就这一件事算是对不起孩子吧，我也向孩子道歉了嘛，不？还一件事呢，不提这还好点，一提我更生气。有一次孩子4岁的时候，我有事回娘家，我把俩孩子扔给他，哪有他这样照顾孩子的？家我女儿小嘛，直接他带到洗浴中心了，那是孩子待的地方吗？那你说你不在家，我自己领孩子在家待着，正好那个哥们打电话3缺1，让他去打会儿麻将，有啥呀？我觉得那地方挺好吗？你姑娘4岁就能打麻将？没有，我玩嘛，他旁边坐着嘛。这熏陶啊！你说他坐着打麻将，然后他们抽的满屋都是烟，让孩子在一边吸那2手烟，你说对孩子身体能好吗？这当爹的有点差劲啊！这带个没有，我现在孩子长得挺好啊，健健康康的。那能一样吗？那种环境是孩子待的地方吗？你说你就觉得他不重视你，对吧？对呀，有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，是吧？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委屈？对呀，那我女儿我就得惯着嘛，有啥呀？别人家孩子有的东西我就得有啊，那也不能太宠着孩子，孩子想要什么他都给买。有一次我带孩子去逛商场，然后给他买了一个玩具回来，然后没玩几天他就玩够了，他还想要，我就说别买了，然后孩子转个身跟他说，第2天他就去给买回来了。你说哪有他这样，太宠着孩子了。女孩嘛，你就得富养。你说孩子相中那个东西，你看见别人家孩子玩，你说他就要，你说我当父亲的我心里能好受吗？是。那我就出去给他买了，怎么了？那我还觉得你当妈的不对了。你说孩子从你要个东西，你都不给买，那你不得分要什么吗？头2天刚买完，要了还给买，哪有这样的呀？闺女儿没说爸，星星真好，来一个。他知道他爸没那个能力啊，哪个爹有这能力啊？平常孩子要生个病啊，大女儿现在也在读书，对吧？读书呢，跟她一起聊一聊天，讲讲睡前故事，或者帮她温课什么的吗？
这事儿一般的时候他妈做的比较多。那都是很少的，他有时间就是在外面跟朋友喝酒嘛，所以我才生气啊。孩子也不管，家里也不管。你看，你刚才你说了，你腿摔了，他没照顾你，孩子生病他管吗？哎呀，提这事儿我更生气。有一次孩子发高烧，也是晚上嘛，然后他跟朋友在外面喝酒，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，就说啊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。然后后来左等右等他也没回来，后来没办法了，我又给他打了1次电话，就关机了，我就来气了。后来你当时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你也没说那个孩子发高烧啊，你不只说孩子那个感冒吗？我寻思一个小小的感冒，家里也有感冒药，你就给他吃上就完事儿了吗？我在外边还有应酬，还没完事儿呢，他总给我打电话，我就不好意思，我就关机了。后来我左等他也不回来，右等也不回来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背着小的，带着大的，然后我自己去的医院。那后来完事儿，我不紧接着我就赶过去了吗？那你去了干啥呀？等你去的时候，孩子点滴已经打上了，然后孩子烧也退了，喝的满是醉醺醺的。你说他去当父亲还有责任吗？孩子有病你都不管，家里什么事儿都不管，你就只是在外面喝酒应酬。哎，你这个知道闺女发烧了那么疼，他就推不掉啊？还非当时他没跟我说是那个孩子发烧，他只是跟我说孩子感冒了，你赶紧回来吧。啊，那就赶紧回呗。那我寻孩子感冒，家里有感冒药，你就给孩子吃点，当然我就回去了嘛。啊，我刚才就是这么听下来，大概听明白了。在没去县城之前，日子过得还不错。对，日子过得挺好的，什么事都听我的。到城里有多少年了？到县城？现在得有7、8年了吧。哦，就这7、8年的日子过得不好了。自从进了县城以后，他交的朋友就多了嘛。然后就成天在外面喝酒应酬，然后家里什么事他都不管。当时到县城是因为孩子想到县城去读书。对，就为了给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嘛。那你现在觉得是到县城对还是不对啊？我觉得孩子学习环境是对，但是他的性格变了。主要变就变在愿意应酬。对，喝酒。家里什么事他都不管。你看我天天就是在外边运输，接触了司机啊、朋友啊，你肯定没事约你出去吃个饭，很正常嘛。一个礼拜在外面待几天吃饭？这个也不一定，但是平均大概1周也得有个4、5次、3、4次那样子。是吗？对。那您今天来这儿是让老师们修理修理他呢，还是真不想跟他过？不想过了，真就不想过了，没法过了这日子。你还想过吗？我当然想啊，真想过哈，真的想过啊。他要想过，你有什么要求吗？我不想跟他过了，对他没有什么要求了，没有什么盼望了，对他。哎呀，大爱莫过于心死啊，真是不过了。3位为难你们了，怎么办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先问女嘉宾啊，请问您这条裙子长裙是先生给买的吗？是的。我觉得他眼光还是不错的，他不光眼光好，而且很疼你，很喜欢把你打扮得漂亮一些，所以从这一点上啊，你不应该怨他。这是我在刚才你这个大概10分钟左右的对他的这个控诉的过程中，唯一能替他找回来的1分儿。其他的当然都是男的不对啊，因为作为一个男人，我首先得批评这个男人了啊。好，你先休息一会儿啊，哥们儿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。别的事儿我还可以理解，那2手烟怎么能让女儿跟着你一起抽呢？我也是有女儿的人，我自己是不吸烟的啊。任何客人去我们家，只要我孩子们不在家，都可以抽烟；只要孩子在家，全去阳台外边抽。尤其是女儿在的时候，这坚决不可以的，这是你做的最不对的一件事儿。第2件事儿，我认为不对的，就是那天孩子病了呀，在医院里的时候，确实真的去医院了，你去也不如医生管得好。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你怎么敢关手机呢？因为他总给我打电话，总给你打电话，你变成无声，你也不能把它关掉啊。你把它关了，一摁这一下，这位弟妹啊，你们肯定比我小。这个弟妹到现在才来控诉的，没直接挠他，我真的很佩服你。听我的，无论如何不可以摁掉关机键，这是错上加错的事儿。郭老这话我听明白了，就是你认个错就行了，是吧？你觉得态度不好？我其实有一句话特别想说，我觉得他俩太般配了啊。这么热情的吵架，那证明感情基础太深厚了。这么美满的家庭，怎么能说不过就不过了呢？弟妹，你咋想的？这人是错误很多啊，
不管台上台下，回头我好好收拾他。但是你们俩确实，我觉得是很有基础的。对，风风雨雨这么多年，从乡下到县里做点小生意，带着2个女儿，很艰辛。难得的是然后又你也没很幸福。听到说这个人有变心，对吧？对呀、还是把心思都放在这是基础啊，夫人身上对，这是基础。啊我就是大概就这么一个意见啊。杨老师啊我想替男嘉宾说2句，啊，我要替他跟女士辩解2句。他交朋友是为了做生意能够挣到更多钱来贴补家用，这个没有办法，男人在社会上混，跟朋友在一起聚会喝酒沟通感情是必须的。还有一个，女士，你想到过没有，你们曾经借给朋友过钱，如果有一天你们家有困难，他的朋友也会向你们家伸出援手，这都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的这种关系。而且他深爱着自己的2个女儿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老公。您觉得如果就不跟他过了，能找到一个比他还优秀的男人吗？带着2个女儿，那我还没想那些，那是我只是很可怕的不过再后说果。我看这条裙子，我觉得是不可能的。你看这个丈夫给这个太太买的这条裙子，这充分证明了在丈夫的心中太太的位置的重要。她一定会像公主一样在心里宠着你的，就是没办法，所以没做到。真的，弟妹，这事儿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哥俩逻辑配合的多好啊！最后就说了，不能不过啊，弟弟要威胁一下。哥哥说你得认错啊，涂老师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？有些人是过日子，有些人是混日子，其根本差别在于，混日子是吃了今天不管明天，而过日子是吃了今天还要管明天，更要盼着后天。很显然，你们俩一个是在过日子，一个就是在混日子，醉生梦死，推杯换盏。要面子本来是没有问题的，你比如说他说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是为了你好，其实不外乎是他自己脸上要面子。对。他口口声声说宠孩子，却不知道什么是适合孩子的，这典型也是在为自己要面子。但要面子本身也不错，男人都要面子，但关键是有些要面子的男人不光在外面要面子，在家里还勤俭度日，孝敬父母，疼爱妻儿，这叫有里有面。你只有面却没有里子。好吃不过家常饭，知冷知热结发妻。2位嘉宾老师说的不错，从农村再奔到县城，生2个可爱的女儿，这一切都来之不易，风风雨雨。所以在这种所谓的虚华的现实面前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家庭给毁了。其实你仔仔细细看看你面前的这个女人，她其实现在的日子可能在物质条件上可能不是太差，但是她心里很苦，因为没有人可以跟她一起分担，懂得如何去照顾孩子。你口口声声说在外面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但是你给这个家庭连基本的安全感也没有带来过。无论是这个女人最需要你的时候，孩子生病的时候，又或者是想要在县城刚刚立足脚跟，希望丈夫一起分担的时候，你都把大部分的时间拿去混日子、混朋友、要面子去了。所以如果要珍惜这个家庭，你还是为自己多找找里子吧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3位老师啊。我知道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观和价值观是不太一样的，有些人重交朋友，有些人可能就不重这个。其实要不要交朋友不是重点，重点的是能不能把身边的人给守好。其实女人的需求有的时候跟男人所给予的不太匹配，女生想给男生的和男生想要的也不太一样。所以啊，静下心来，要坚信一点，如果他够爱你，再给他点时间。你得坚信，这个我们没法帮你判断他爱你还是不爱你，只能本质是好是坏你最清楚，对吧？减少点应酬行吗？好的。你觉得他的核心是让你不应酬，还是让你多关心他？那更是多关心多一点的。对，你看他一开始挺平静的。涂老师说那段话的时候说，看着这个女人的物质条件不错，但是她的心里是很苦楚、很寂寞的。
她哭了。所以怎么平衡所谓的在外的打拼和对内的安慰，下下心吧，兄弟，行吗？来，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知道我身上有很多的毛病，以前有对不起你和孩子的地方，在此将来我会改的。跟我回家吧。你说改，你在这说的好听，回家你能改吗？我一定会改。我想想再说吧。没了，没了。亮灯吧，好好想想好吗？冷静一下，别老说气话。记住了吗？老师们说的，记住了。回去吧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请关门。如何面对事业、爱情，其实大概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难题。怎么样来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？我相信在现实里是很多男性面对的一个问题。别挣了钱，最本质的那点情丢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对夫妻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。请开门，请开门。Forever in love, forever in love，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。你干嘛又来了呀？我是想为了孩子嘛。哦，谢谢老婆。把酒戒了吧，对，对身体有好处，我以后对家庭也有好处。哎，我以后都听我媳妇的。啊，你这喝成这样了，你抱得动他吗？抱得动。好，哎，别，没，喂，抱得动。我跟你说，别太要面子，有些面子没必要争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他当爹的，对，来，宝宝从这儿走，慢点啊。这个礼物送给他夫人特别好，那广告不是说的好吗？要保湿易背湿啊，不就希望夫人能够光鲜一些嘛，对吧？其实对于女人来说，除了这种，更重要的还是爱她，男人对她的疼爱很管用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，我们一起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老婆，我爱你。这样子。哎，请亮灯，请亮灯啊！哎，这就走了。他们观众说了，你看他说的跟我没关系，让你把他抱着走。道太远了啊，道太远。所以说呀，少喝酒啊，锻炼身体啊。谢谢两位啊，好好过日子，少喝点酒，对夫人好一点，好吗？好的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